風の中ただ揺れて血の色に染まる花赤く滲む目の前で世界は徐々に崩壊していく。嗨，大家好，这里是阿 Y。今天要介绍的模型呢，是万代在25年8月推出的超时空要塞 HG 系列1:100的 VF31J。因为这是本频道第一次讲解超时空要塞的模型，我本身也是很喜欢超时空要塞的粉丝，所以呢，我想在这集分享除了这次的模型内容之外，还会分享许多相关的展示。可以看到，在本次模型周遭，那些比例比较大的模型是万代过去配合超时空要塞 Delta 动画推出的1:72比例组装模型。不过，熟悉动画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就是当时并没有推出 VF31E， 也就是黄色涂装的这台，而且又只有31搭配了早期警戒与电子战用的圆盘型雷达舱。天哪，这么独特的机型却没有贩售，真的太可惜了。这样4缺1，让强迫症的我也打算在1:72上完成一台 VF31E 啊。目前做到一半，圆盘的部分自然是使用哈塞高瓦的套件，但这样圆盘就没办法变形了。好消息是在第63回静冈模型展上已经公开了包含31E 在内的全系列徽模，官网部落格也表示敬请期待后续，这次应该稳了吧。Delta 小队的 VF31E 是专为支援战术音乐小队女武神 Valkyrie， 因此优先考量大气内机动性，采用前掠翼的造型。由于主要用于航展以及配合女武神演出，每架都使用鲜艳的涂装与线条设计。这次模型分为一般版与 DX 版，我买的是 DX 版。一般版本定价为5500日币含税 ，DX 版本多附了一个弗雷亚亚克力立牌以及一张同款水贴纸，定价为8250日币含税，价差为2750日币。模型一共11块板件，一张贴纸。这次的板件之中最抢眼的就是采用插入成型技术的板件，先成型白色零件，再注入蓝色的部分，使其一体化，减少零件数量与补色需求。先展示给大家看一下未使用贴纸的宿主状态。这张贴纸看似很大张，但对于有玩航空模型的人来说，可能不会太惊讶。而且过度要求分件造型，可能会为了分件妥协，反而影响外观表现。例如，EG 攻击钢弹炮装的坚毅黄色零件就是分件，导致零件厚度增加。其实翔翼背包的机翼红黑也有这个问题，因此这次的31J 的插入成型仅用于较厚的垂直尾翼以及主翼，压翼的部分则没有。对于这样贴纸安排呢，大部分来说，我觉得是合理的。这次的贴纸比我预期的还要好，虽然外观有点像是钢弹模型附的铝箔贴，但其实不同哦，它很薄，而且基底就是闪亮亮的铝箔，表面还做了雾面处理，质感接近透明胶贴，但保留了延展性，几乎不受底色影响，避免了透明胶贴常见的色差问题。例如，我拿这台万代的1:72 VF31J 35周年纪念涂装来对比，可以看到这种透明胶贴在不同底色会出现色差，这已经算好的咯。青岛社的 VFG 系列 31J 胶贴的透度更是严重了不少，吓到之后都改成一般贴纸。回到这张铝箔贴纸，它的缺点是裁切边并非透明，而是出血色，用在补色区域当然是没影响啦，但是在有刻线处使用，刻线就会被盖住。机手两侧的标志贴纸因为贴在分色的交界处，成了颜色只符合一侧的情况。此外，贴纸是在铝箔表面印刷，容易被指甲或镊子刮伤，所以剪裁时要格外小心。介意的人，我建议标志或文字贴纸可以直接改用额外贩售的水贴，这个就是贴完贴纸之后的样子。DX 版附的水贴让我想到过去贩售1:72 VF31J 改 Decalucha 的版本，直接将人物大图痛贴在机背。我因为很喜欢31J 改的涂装，不想涂装被遮盖掉，所以我另外又做了一只白色的机体，专贴这张弗雷亚的水贴。除了觉得白色好看以外，水贴发色也不会被底色影响到。唯一的部分我也自己印了 Valkyrie 的透明贴纸装饰。另外，因为这张水贴有很多处需要切割，没有帮玩家切割好，因此很容易破损。经过这次经验，我觉得用在哈塞高瓦的套件应该会比较好，毕竟它都是单色套件嘛，你可以自己控制。不可变形，那平整的机背应该也利于大张水贴的粘贴。我还有一份水贴，打算日后有空试试看咯。DX 版的这张水贴也许也能拿来做相似的应用，而且还给了不少文字等等痛介要素贴纸。
组装完成后的内容物如下：本体。变形用的替换零件有机手、压翼、下翼面盖板、头部这些。替换展开的前后起落架，不可折叠固定造型的小刀2把。弗雷亚的人偶，人偶用的无人机造型底座。驾驶人偶共有5种。分别有疾风、弗雷亚、男性驾驶员、女性驾驶员以及女武神驾驶服。我有注意到这部分的流道设计没有分段，担心之后的 31C 可能不会附米拉吉的人偶，应该是沿用这组共通驾驶员。希望万代将每位角色人偶都收录啊，拜托。手掌方面有2个握拳手已经装在本体，2个空心握拳手。右手握枪手以及左手开掌手，另外有2个 Valkyrie 的手势，但少了一对手臂零件。没关系啦，没有3副手型共用一个手臂零件，已经很仁慈了。谢喽，万代。可动部分，手臂双段关节可以大幅弯折，腰部左右旋转顺畅。腰部上下虽然可动幅度小。哇！但这背后的白色零件竟然还有避让功能，这弯腰幅度小到找不到机会用啊！大腿根部有拉伸关节，上段有一处旋转关节，膝盖有拉伸关节，膝盖双段关节向后弯曲还行，前踢无阻碍，毕竟要应付逆足变形嘛。头部左右旋转略受胸前水晶干涉，肩膀可以抬高超过水平。武装部分，步枪可以延长。手臂上的素色电磁炮可以转至前方，小腿后方的舱盖是透过替换来展开，内藏天鹅座无人机。当然，这个无人机只是外观，是拿不出来的。现在从 Battery 形态变成中间的 Girlwork 形态，拆除双脚、头部、背包，接着把上半身连同手臂分离。膝盖装甲外拉，大腿上段以及膝关节弯折，弯折成逆足姿势，双膝跟踝关节2处可以延长。若非延长状态，需要先打开小腿后盖板解锁。这点设计很棒，1:72的模型在这边是没有这样的锁扣设计的。把背包上的记忆展开，对应插槽安装到机手零件上。上身零件也一并装上，再将变形专用的头部装上，再装回双腿 ，Girlwork 形态就完成了。大腿上段关节可以外翻，让腿部的8字姿势变得更好看，这点比1:72版本还要好上不少。现在从 Girlwork 形态变成 Fighter 形态。这边就很简单了，只要把手臂拆掉，腿部关节解锁、缩短并打直，在腿部2侧安装下一面的盖板，并将其按压固定到本体上，侧边再装上飞机形态用的压翼零件，再将吊舱零件替换变成未开启的状态。吊舱收回至机腹，就完成 Fighter 形态的变形。这边直接往下个步骤变成驻机状态，膝盖装甲直接拆除，替换成有起落架的零件。前起落架盖板按压零件后端就可以拆除，建议可以找一个物件补助会更好拆除。替换为打开的状态就完成驻机状态了。稍微评价一下这次的模型，可动表现不错，但大腿根部、手臂以及脚踝实在是太容易脱落了，严重影响把玩的流畅度。头部白色零件并非分件，而是用贴纸处理，偏偏贴的地方又是弧面，效果相当差。换装的头部我真的好希望是使用透明零件呈现，毕竟框架上都已经有对应的颜色了，就多那2个零件的事情而已。因为这个地方的贴纸表现真的是这组模型最差的地方。一些贴纸像是小腿内侧、后脚踝的零件，因为有一些立体的结构，贴纸贴起来效果普通。下一面盖板移除后的零件没有细节刻画，就是一块白板。不是，虽然其他2个形态很难看到这边穿帮啦，但是人形的状态下这边很清楚对比一下1:72的版本，细节就很丰富。万代这边刻画一次细节，以后都可以用这个翻模赚好几只了，干嘛要省这个啊？
另外吊舱有个零件是镂空的，需要贴纸覆盖。这不就是我之前组过的一只耿鬼模型的脚底吗？用贴纸去遮盖镂空，还是在会露出来的部分，这哪招啊？这个地方建议可以使用光硬化补土去填补，打磨后再贴纸。即便用了不少贴纸，还是有许多部位缺色，例如手背甲缺蓝色三角形，腿部两侧3处微型导弹发射口。大腿内构处可能因为是结合面，所以没有给贴纸。双手的速射电磁炮前端，前胸这2处像鳍片的结构，肩膀黑色线条，步枪上的黑色条纹，这些地方都少了贴纸的补色。我可以接受分件简单需要用贴纸补色，即便我能够选择自己补色啦，但是至少该给的贴纸要给到位吧。这组在这部分的细节上用心程度，说实话还不够。接下来是一些小问题，关于炮仓的成型色，这次的 31J 不知道为什么偏光成型色看起来污污脏脏的，个人觉得不好看。我在处理1:72是使用烟熏黑，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啦。最后就是步枪的比例，我觉得有一点短小，拿在手上有种玩具枪的感觉。G Mix 的比例比较小，但步枪长度和这组相当。1:72的版本长度比例也更好看。如果这次设计能再拉长一点，应该会加分不少。接下来跟相关的模型进行一些比较。VF31的模型产品不少，例如青岛社的 VFG 系列，主打角色与机体参与变形，但我个人更喜欢把角色与机体分开。青岛社的 VF31J 是18年的作品，从24年4月到25年5月，历时1年多才把 Delta 小队全部推出。我最近才收到美云，所以还没开始动工。战机形态下呢 ，VFG 的尺寸相当于1:100，跟这次的 HG 大小差不多，但精致度差距蛮明显的，像是机身侧边一体感不如万代这么好。零件结合面直接设计在腿部后方的正中央，还有那个底部超扁的集装吊舱，不知道为什么这系列双腿中间预留的位置都很小，因为这样子 VF25的盾牌也惨遭变形。最后是武器的挂点为3毫米孔洞，裸机会比较不好看。万代虽然没有孔洞，但未来若推出配件包，可能会像1:72一样，以零件替换的方式来解决。附带一提，因为这台的设定是与人同等大小的载具，驾驶舱被设计成监视器哦。另外，这4台的机翼中有后掠翼，也有三角翼。三角翼的机体型号就是 VF31A， 机体在细节上有些许不同的差异。用 VFG 的31A 看 Girlwork 形态，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吊舱无法展开，腿部弯折虽然说是要替换零件了，但是同时侧向的转动表现也不错。天哪，连青岛社都知道收纳手部的下翼面凹槽要刻细节啊！说到 VF31A， 我真的很希望万代在 HG 系列的舞台推出以后，拜托一定要推出31A 啊！它的特色是低适度涂装、三角翼以及小腿后方盖板打开后露出的是微型导弹，这种看起来有一点科幻既真实又量产机的设计，相信这些设计不只有我会喜欢，看31A 在部分粉丝中的热度就知道了。接下来终于轮到万代1:72的系列啦。很重要，先强调，万代1:72的系列模型建议都不要再买了。原因是脚踝的金色零件不知道是掺杂到什么材料，材质有问题，时间一久就会严重裂化，变得超级脆，像饼干一样脆。即使更换第三方金属零件也没有用，因为问题不只是单一零件，而是整个脚踝的结构，因为里面是有固定孔位咬住零件两端，在拉动的过程中，啪没了。不止固定孔位会整个脆掉，有可能甚至整个脚踝都会脆掉。我是脚踝里面拿 AB 补土补成实心，才提高整体的强度，但也要小心，不能影响到可动。好，讲完开头的注意事项，我们回来。这些东西它能够完全变形，但不要叫我变形哦，真的。为此，所以我直接准备好了3个形态给大家展示。第一台是战机模式的疾风机。在涂装上跟这次的 HG 似乎有点不同，原本白色的地方加了黑色的线条，有些蓝色的地方改了黑色。最大的差别就是机背有一个纹章，这就是动画后期登场的 J 型改。有超级装备遮挡比较难看清楚，拿 DX 超合金互相对比，应该就能比较容易看出涂装上的差异。另外观察这次 HG 模型的插入成型板件，若未来要推出 J 改的话，这部分恐怕真的只能靠贴纸了。再来是人形模式啦，我是拿阿拉德队长机以及梅萨机做成了人形的模式。我很喜欢装上超级装备后的小腿丰富资讯量，
巴拉德队长机以及梅萨机虽然模型没有推出超级装备啦，但我坚持全队配备。最后 Gerrock 模式的是米拉吉机，我很喜欢这个模式，也很喜欢这个颜色。但1:72系列的腿部外八不足，机手下压角度也有限，真的很可惜。米拉吉机的背部没有文章，真的觉得有些寂寞哦，让我很想加上他被天才爷爷认可之后的吉纳斯家族文章。说到了文章，队长的龙纹真的很酷，很有特色。梅萨的死神文章也很帅，感觉能带给对手威慑感。疾风机变成了有黑色线条以及文章，也有一点像是继承了梅萨的意志。这个文章是独角，感觉也有 J 型机的头部特色。另外，我因为很喜欢 YF30，所以也在 VF31上做了一台相同的涂装。我编号选007这个细节是希望早已女友人能驾驶，但他已经不知道飘去哪了。YF30是 VF31的起源，在设计上有不少共通点，例如隐藏于下翼面的手臂，压翼作为肩胛的一部分，多功能吊舱的设计，像这个吊舱就是微型导弹的集装箱。圆润的小腿也让人联想到 F14， 头部的造型偏 F 型，我也很喜欢。至于战斗机模式，我就先不展示了，大概长这样。一口气排开不同比例的 VF31， 第一个是 G-Mix 1:144的。还有本次的 HG 1:100模型，再来是1:72的可变模型，以及最后的 DX 超合金。接下来想跟大家讨论这次的 DX 版本值不值得。我觉得这就要看你对捆绑贩售的内容有没有兴趣，以及在平时展示模型时会不会搭配其他的东西。这次附的是双面印刷的亚克力立牌，是我在超实用要塞系列中头一次看到的形式，因为我有在收集超实用要塞系列的立牌，其实一个的价格也差不多，外加这次的组合还有同款图案的水贴，所以对我来说是值得的。但如果你只是因为附赠的水贴想入手 DX 版，我就觉得不划算。毕竟几乎全部的贴纸都是同一种图案，装饰性的元素也稍嫌不够。除非它水贴华丽的程度能达到以前1:100痛击的水准，不然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小小的赠品，没有太大的诱因。但话又说回来，超实用要塞 Delta 目前还是会持续推出新的亚克力立牌。往后应该陆续还会有更多的选择，在这边就大致展示一下我之前的收藏，来跟这次的亚克力牌进行比较。这套是跟 L0系高速列车的合作款，这套是40周年纪念庆典在绝对 Life 中有登场的服装。这套是超时空庆典的 On Stage 版本，和服真的都超级美。这套是 Encore 版本以及之后贩售成对的 Yamikule。说到 Yamikule， 还有一套是我特别喜欢的时装版本。但如果会喜欢这套打歌服的朋友，我很推荐这本在24年贩售的 Lisani 第53期超时空要塞 Delta Valkyrie 音乐大全。这本书的亚克力立牌 Set 版本定价才日币4620，尺寸与这次的 DX 套组差不多，但是价格便宜很多。看到这么多亚克力立牌的产品，是不是觉得跳过这次的 DX 套组好像也还好啊？其实也不缺其他的展示方式啊，像黑白双翼有推出过超时空要塞 Delta 的 Booster， 如果不要执着去追求签名卡的话，一般的闪卡很便宜，放在收藏卡壳内与模型一同展示也很有感。像我这里的例子，正面是弗雷亚，翻过来就是驾驶员疾风，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切换。大家会觉得这种展示效果有加分吗？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这次超时空要塞 HG 系列1:100 VF31J 的模型介绍。整体来说，这款模型在细节还原以及可动性上的表现不错，替换变形也设计得很简洁，过程流畅。虽然插入成型技术减少了贴纸使用量，避免了使用贴纸而发生的起边问题，不过在贴纸的使用与细节的缺色问题上，以及脚踝与手臂松脱的问题，会影响把玩体验，这点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方。但对于喜欢超时空要塞系列的模型玩家来说，这款 VF31J 依然是个很值得入手的作品。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超时空要塞系列 HG， 会推荐观望这系列的朋友从这款开始体验。DX 版附加的内容就看个人需求，价格是合理的，但毕竟附录内容跟本体模型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关系，也不用太执着啦。感谢收看这部影片，如果你也有感想或想法，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如果喜欢这支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我继续创作。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